那么咱们今天早上分享的这个品种是来自于美股的雅诗兰黛啊，是一个化妆品牌。那么这一次的约稿是咱们的一个粉丝想了解一下雅诗兰黛后期的一个整体走势。那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结论，整体的我个人的看法是，雅诗兰黛从月线图当中来说，向上的反弹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近期可以重点关注这一只美股。下来我们步入正题，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后期所存在的两种预期。首先，我们还是借助黄金分割看一下此次向下调整的它的一个幅度。可以看到，这一次从 374.20 向下的调整啊，最低是跌破了黄金分割 0.764 啊，那最低点也是来到了大概是50美元左右的一个价格，低点在 48.37。高点是出现在 374.20， 那整体来说的话，从 374.20 向下调整的 48.37， 它回撤的幅度和空间是足够的，回撤的幅度和空间是足够的。那下来其实我们就是要梳理当下的这个它下跌的内部的一个结构。那目前内部的走势结构啊，它其实是存在两种预期的。我们先看一下啊，首次的下跌它内部形成的是一个三波的形态就是因为这个三波形态造成了后期整体预期走势的出现了一个分歧。第一种预期它是从374开始下跌，它已经运行完了一个双重三浪。那这次定义当中的结构分别是 W、X 以及最后的 Y 浪。那按照这种预期来说的话，它如果是下跌结束了，那后期整体向上反弹的空间都会比较大，但是会有一个极端情况。极端情况，我们首先拉一下黄金分割，就是说此次向下的反弹、向下的回落它并没有结束，它会从目前的双重三浪演变成三重三浪。那也就是说，近期这次从 Y 浪低点向上的反弹，它又是一个 X 浪。等这个 X 浪结束之后，会再次向下走出新的 Z 浪的三波，届时才会结束全部的下跌走势。Z， 这是蓝色段的第二个 X 浪。那我们可以看到，以这样的结构划分的话，那么近期向上反弹的空间将会看到大致是位于这个 0.236 到 0.382 这个区域中间的位置也有可能它会强一些走到 0.382 的位置。这两个区域是同时存在的这个区域的压势是同时存在的。这个位置是位于122到138，这是最极端的一种走势那从目前点位来看，向上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短线中线操作看波段看涨是没有问题的。那好，这是最极端的一种走势。另外一种走势就是说，目前的下跌双重三浪结束了，那后期整体向上的反弹幅度和空间就会比较大。第一次的所谓的 A 浪反弹，它就会大于之前所谓的 X 浪的这样一个反弹幅度，然后再回撤，再向上步入到这个 0.5 到 0.618 这个区域，整体呈现的是一个 ABC 的结构 A、B、C。同时呢，这个 A 浪所需要的时间会远远大于之前这一波的 X 浪。那如何去区分以上两种形态后期的发展呢？第一种要看它的所需要的时间。上一次的 X 浪大致是用了13周的时间，那这一次只要它所花费的时间在13周左右，或者说小于13周，那么我们会看它是一个 X 浪。如果是远远大于13周，那么就会定义为它是一个 A 浪那后期第二点的话，就是看它的一个反弹幅度。反弹幅度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是 X 浪的话，我们走势结构的划分肯定是这样子去拉黄金分割，那它所处的位置就是在122到138。如果更大级别的 ABC 的调整的话，反弹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至少会回升到上一次的高点，也就是160美元左右，甚至于173美元这个区域。这就是通过时间和通过它的一个反弹幅度
我们来划分最后到底会选择哪一种，160到173。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走势，我们可以看到，距离当下的这个现价79美元来说的话，向上反弹的空间和幅度是完全足够的啊，完全足够的。这是第二种。还有一种预期，那就是前期的划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双重三浪，这就是我所说的，因为起手的第一波下跌它是一个三波形态，导致了后期的划分出现了差别。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前面就是一个完整的下跌五浪，1、2、3、4、5。这个下跌五浪结束之后啊，它也会按照刚才所说的双重三浪的结构向上反弹，会有一个 A、B、C 啊。其实无论是下跌双重三浪也好，还是下跌五浪也好，后期反弹的 A、B、C 这一点它俩是重合的。只有发展出三重三浪的时候，才和以上两种预期有差别，在于反弹幅度的差别，以及反弹所需要的时间的差别。那好，当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处在这个位置向上的空间是比较大的。至于后期会选择是 A、B、C 还是此处只是个 X 浪反弹再说啊，先搁置争论，因为当前是局部同向，至少从79到122到138这个区域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啊，没有任何悬念的。那下来我们继续细分，看此次向上反弹下方存在的支撑位在哪里。那么如果大家有好的品种要继续给我们分享啊，留言分享。那么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以及期货、金银油。那这里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天图当中，我们看到左侧有一个前期最近的一个所谓的反弹压力区域，这个区域我们先要关注一下。这个位置是位于86.50啊到83.90，日线最近的压力区域。从短线的日线结构走势来看的话，那么如果能在上述的压力区域出现调整的话，是最好不过的啊，最好不过的。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拉出黄金分割啊，我们大致预测一个高点。如果能在此处出现调整，是最好不过的。相对来说，它整体的走势结构也是比较清晰的。一种是回撤到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同时我们关注到左侧有一个相对的回撤低点，和这一线的位置是重叠的。那么这个位置是位于 71.70， 另一处相对来说比较深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位于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也是左侧调整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位置，是位于 62.90。 其实对于行情来说的话，它就是回撤深于浅的一个问题，但是并不影响后期整体走势的一个看涨。同时如果按照相对的更低的一个位置 62.90 来所谓成为它的一个回撤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图表当中又会形成一个经典的形态，头肩底啊，头肩底。那这是它的一个左肩构筑的一个部分，同时这面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右肩的构筑部分，前提是回撤到 62.90 附近，相对的就会出现左右的一个对称形态，再加上一个头部，这就是经典形态，头肩底，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反转的一个形态。那后期其实说实话，只要突破上方的 83.90 到 86.50 这个区域的话，它就会打开这个短线的一个上涨空间啊，短线的一个上涨空间。好，以上咱们也告诉了回撤浅一些我们如何介入，回撤深一些应该在哪里介入。但是以上的介入都有一个前提，我们要注意日线级别出现底分型和十字星啊，它算是一个回撤结束的一个信号啊，信号点。同时按照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步骤呀，先看回撤的点位，这属于目标价格区间，回撤到目标价格区间以后再出现底分型十字星啊，这两个步骤缺一不可。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关于这个美股雅诗兰黛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这里也是个人也是比较看好后期它整体的一个上涨空间的。那么大家就是需要下来耐心等待，重点关注以上两个点位。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